究竟地震係咪可以預測嘅呢？仲記得1995年嘅神戶大地震，仲有2011年嘅東北大地震，令到日本造成重大嘅人命同埋經濟嘅損失。如果地震真係可以預測嘅話，究竟點解日本人會喺地震度失去寶貴嘅生命同埋重要嘅親友呢？2011年東北大地震過咗10年，喺2021年10月東京發生地震，令到交通一時癱瘓。喺地震發生之前幾秒，喺東京度影到河裏邊啲魚一齊跳出水面，之後就發生地震。日本而家處於嘅情況就係由東京至到九州一帶，隨時都會發生大地震。幾經地震折磨嘅日本人，用盡各種方法去預測地震，最後得出嚟嘅預測結果就係東京、名古屋、大阪，去到廣島、四國、九州呢個咁大範圍裏邊，喺未來30年裏邊，有70% 機會率發生7級以上嘅大地震。你覺得呢個預測究竟有冇意思呢？日本深度今次為你介紹，日本人從以往多次大地震之中吸收教訓，但係點解都未能夠準確預測地震幾時發生呢？地震並唔係一堆死傷人數同埋地震強度級別嘅數字，亦都唔係遙遠不及嘅事。如果聽日關西發生大地震，我可能會遇難；而他朝有一日開關，再可以去日本旅行嗰陣時，去日本旅行嘅遊客可能都會被捲入地震嘅災難之中。聽到東京同大阪未來30年有70% 會發生7級以上嘅大地震，你會唔會放棄唔去日本呢？日本幾千年嚟同地震搏鬥，屢戰屢敗。2011年東北大地震死亡同失蹤人數超過2萬人，係最近150年嚟發生嘅地震裏邊死亡同失蹤人數排第2位，僅次於100年前1923年嘅關東大地震。日本嘅地震學專家同日本政府喺度偷懶咩？全地球發生嘅6級以上地震，其中有20%都喺日本附近度發生嘅。日本對地震嘅研究係世界裏邊最頂尖同埋最有權威，不過任日本人更努力，面對大自然都係束手無策。用最先端嘅科技同埋理論，能夠預測地震發生嘅地方同埋規模，但究竟地震係幾時會發生，係從來冇人能夠正確咁樣預計。呢一代嘅日本人喺小學度會學2個將會發生嘅大地震，第一個就係首都圈直下大地震，即係東京一帶嘅地底會發生大地震。東京過往有發生8級以上嘅大地震，上一次係1923年，而再上一次呢就係1703年，相隔200年。7級以上嘅地震有記錄以來就發生咗10次以上。有好多人都認為計算地震發生相隔嘅年數就可以預測下次地震幾時發生。當初專家都係咁樣諗啊，但係地球並冇想象之中咁單純。1703年同埋1923年發生嘅地震係屬於上毛海槽特大地震。8級以上嘅地震平均發生周期係180年至到590年，按推測下一次係2100年，同我哋冇關係啊。不過7級規模嘅地震發生比較頻密，20世紀裏邊就發生咗3次，所以隨時都會發生7級大地震。喺呢度不如補充一下，7級地震同埋8級地震數字上只係差1咋，不過8級地震比7級地震嘅威力係強30倍。如果相隔2級嘅話，威力就會差1000倍。而家除咗上毛海槽移動嗰陣時會造成地震之外，喺東京一帶嘅地底有好多活斷層。專家分析咗呢活斷層將來發生地震嘅機會率，而答案就係不明，即係隨時都會發生。一般大眾都唔會接受呢個答案嘅，所以專家就絞盡腦汁度咗一個說法出嚟，就係未來30年會有70% 發生大地震，而估計地震發生嗰陣時會造成超過2萬人死亡。除咗首都圈直下大地震之外，另外一個日本人必定會學嘅就係南海海槽特大地震。呢個地震同東北大地震嘅類型相同，南海海槽係由靜岡對出嘅海邊一直延伸到九州嘅宮崎縣。呢個海溝全長有成700公里，有記錄以來發生過14次地震啦。每隔90年至到150年就會發生8級左右嘅地震。19同埋20世紀各發生咗2次地震，上一次發生就係1946年嘅和歌山對出海域嘅8級大地震。呢個地震比首都圈直下大地震簡單得多啊，唔需要專家出馬都能夠估計下次幾時發生，而且海溝地震必定引發海嘯，估計死亡人數係超過32萬人。
未來30年會有70% 發生地震。我為你介紹咗呢2個地震同埋日本政府公布嘅推測死亡人數，你會唔會開始對呢啲數字感覺到麻木呢？會認為地震只係一大堆數字，同埋你會唔會覺得好奇怪？日本人面對大地震嗰陣時，已經將大量人將會死亡放入大前提，大地震嚟到就會有好多人要死，唔通日本人係一個逆來順受嘅民族咩？喺現代嘅日本地震學家之中，都有一個說不出口，但係眾所周知嘅秘密，就係地震可以預測，但係預測嘅準成率好有極限。預測嘅結果同埋分析出嚟嘅理論喺學術上係好寶貴嘅財產，但係救唔到人命。唔單止係日本人，全人類都希望能夠預測地震，逃離災劫。一次地震預計有2萬人會死亡，有人會接受到呢個結果咩？日本人最少已經同地震搏鬥咗超過1500年，其實已經係盡咗全力噶啦，先至能夠將死亡人數減低到去呢個數字。造成嚴重傷亡同埋經濟損失嘅神戶大地震同埋東北大地震，原來都係預測唔到嘅。呢1500年，日本人究竟點樣對付地震呢？早喺416年已經有地震嘅記錄，當時嘅人都以為地震係一種詛咒。佢哋點樣去面對地震呢？就係以改年號同埋遷都，希望鬼神唔好再帶嚟地震。直到17世紀嘅京都附近發生大地震，當時嘅人都會認為呢個係一次過現象，冇去理會啊，同埋冇去做預防措施。亦有人認為地底住咗一條龍，嗰條龍喐動嘅話就會發生地震。我哋睇日本動畫有陣時會講及地震，劇情裏邊會講有人用念語嚟預測地震，念語感應到將會有地震發生嗰陣時，會不停擺動尾旗。好多人都會以為呢個係日本人預測地震嘅手法。不過日本人比我哋更加有想象力。日本人唔係用念語嚟預測地震咁簡單啊！17至到19世紀嘅江戶時代，總共發生咗60次以上嘅7級大地震。咦？有人就發覺咗地震同念語可能有關係。當時日本人以為地震發生嘅原因就係因為念語發癲擺動尾旗。民間相傳捉住念語唔俾佢擺尾旗嘅話，就可以防止地震。大班人捉住念語，或者用石頭壓住念語嚟阻止地震發生。甚至有傳說認為喺神無月，即係12月嗰陣時，天神們都會去出雲呢個地方度聚集。掌管地震嘅天神離開咗啊，去頂班嘅7福神裏邊嘅惠比壽，因為冇好好看住念語，而令到地震發生。到天神翻嚟嗰陣時，惠比壽同埋一大班念語就向天神道歉請罪。300年前嘅日本人仲未正式去面對地震呢個災難。畢竟地震都會發生，人們都要去面對。19世紀中，長野縣發生善光寺地震，咁啱得咁巧，善光寺開帳，集合咗全國各地去參拜嘅遊客。記錄裏邊有6000個遊客喺地震裏邊枉死。如果喺現代東京發生地震嘅話，來自世界各地嘅遊客都可能有同一個命運。預防唔到嘅地震總係會發生。日本人開始改變啦，同以前唔同，去救援災區同埋去應付下一次地震嘅來臨。當時為枉死嘅遊客起咗鎮靈碑，而且其他地方都會捐錢去救濟長野縣。地震裏邊有好多房屋都係因為火災而燒毀，咁重建嗰陣時唔好將啲屋起得咁密嘅話，咪可以防止大規模嘅火災。去到200年前，日本人終於開始正式面對地震。引入科學方法嚟對付地震嘅係美國人，喺1872年開始用意大利製嘅地震儀嚟測量地震，打開咗近代地震觀察嘅序幕。日本人由手無寸鐵開始，當佢哋每一次經歷地震都會作反省同埋吸收教訓，加強裝備去應付未來嘅地震。點解呢100幾年努力嘅成果都未能夠減低神戶同埋東北大地震所帶嚟嘅災難呢？日本人喺近代遇到首個大地震就係史上最強嘅內陸地震。1891年岐阜縣發生8級嘅龍尾地震，造成2萬人以上嘅死傷。1年之後就設立震災預防調查會。佢設立最重要嘅目的就係就算唔能夠預測地震，都希望可以減少地震所帶來嘅損失。當時嘅人已經唔將重點放喺預測地震，而因為呢次嘅地震，開始有公司同埋團體去研究點樣去預測地震，同埋點樣可以去加強建築物嘅
防震技術。不過世事往往都冇咁順利同埋咁簡單，加強咗建築物嘅防震構造，但係遇上另外一個問題。1923年發生關東大地震，造成日本史上最多人死亡，人數超過10萬人。上次地震發生嗰陣時設立咗嘅震災預防調查會仲未開始正式預測地震，加上今次嘅地震，東京市內死亡人數有58,000人，接近90%嘅52,000人都係遭燒死。加強咗房屋嘅防震構造，但係對付唔到火災，日本人又上了寶貴但係慘痛嘅一課。喺呢個大地震裏邊，好多大廈都抵受不住震盪而倒塌，但係竟然奇蹟地有一座大廈冇傷痕，屹立不倒。地震發生之前3個月，喺東京中心苑之內落成嘅日本興業銀行總行，係鋼筋水泥為材料嘅洋式建築，抵受到地震之外，又唔會好似木屋咁容易着火。日本人又上了新嘅一課。上次地震之後，防震只係一個研究項目，不過經歷今次嘅地震，日本政府制定法律管制建築物嘅防震標準，呢個標準就成為今日嘅建築基準法嘅雛形。喺日本買樓，每一個人都會留意呢個防震標準。咁防火又點搞呢？任何人都會覺得以後唔再起木屋，改起鋼筋水泥嘅屋，咪可以防止火災咯。不過呢一個只係一個理想，經濟上同埋技術上嘅理由，一般市民只能夠以木材重建自己嘅家園。不過日本人都會怕地震時發生火災，佢哋會採取另外一個方法，就係將建築用地整理好，將木屋地區用大馬路同埋公園嚟分開，就算一間屋起火，都唔會燃燒到對面馬路嘅區域。而家喺日本都可以睇到大馬路旁邊嘅大廈，都係樓層較高嘅鋼筋水泥建築，佢哋其中一個目的就係去防火。呢一個城市規劃維持到而家，下次去日本城市地區嗰陣時，你不如留意一下啦。經一事長一智，小學生都識，當然日本人都識啦。不過一次地震要善後嘅事情實在太多，就算吸取教訓，有新嘅知識，要去改變城市規劃，要去修改法律，係要用好長好長嘅時間。相隔咗25年，大地震又侵襲平靜嘅日本。1948年，福井縣發生7.1級大地震，搖晃長達3至到40秒。大部分嘅房屋都喺搖晃開始5至到15秒就倒塌啦。唔單止房屋啊，就連國寶嘅遠江城都難逃一劫。而市中心嘅大和百貨1樓都被壓毀，再加上火災，整座大廈都被燒毀。地震發生2年之後，建築基準法正式生效。呢一個法律隨着大地震發生而陪伴日本人成長。1971年因為青森十勝沖7.9級大地震而再次修改。對日本樓有興趣嘅人都會聽過，要留意房屋係咪1981年之後起嘅。1981年係有咩意思嘅呢？呢個係因為1978年宮城縣發生7.4級大地震，東北大城市仙台大受打擊，建築基準法大幅度修改，管制建築物遇到大地震嗰陣時都唔會輕易倒塌。建築基準法唔係單單係一個法律，而係充滿日本人嘅心血，背後係千萬條日本人嘅性命。房屋大廈慢慢變得鞏固，不過每日生活都唔知道地震幾時會嚟，受住隨時都會來臨嘅地震嘅威脅，心情真係唔好受。踏入60年代，科技發展，地震專家發覺係時候去配合各種儀器去正式研究預測地震，拯救國民嘅性命。地震預知計劃研究團成立，去摸索地震係唔係真係可以預測嘅。喺呢度要記住，喺呢幾十年以嚟，日本人都冇正式發表喺科學上地震係可以預測嘅。就算古時嘅諺語文化都唔係用嚟預測地震。要預測地震，首先就要理解地震發生嗰陣時嘅地殼變化。去到70年代，唔單止日本啊，全世界對地震預測都有一定嘅成果，已經大概可以掌握到喺邊度會發生大地震。不過喺呢度有一個好大嘅漏洞，就係唔知道幾時會發生。對於地球嚟講，100年只係一瞬間，但係人類只能活幾十年。地震係可以做長期預測啊，知道未來幾十年會唔會發生大地震，但係要更加準確把握幾時發生地震，人類仲係無能為力，對地球認識仲係好皮毛。1978年，伊豆大島近海發生7級大地震，專家喺呢次大地震裏邊發現咗幾種地震嘅先兆，佢哋就決定進一步研究神之領域。
地震短期預測。各種研究基建亦都加速啊，去到90年代，地震觀測站已經增加到300幾個。日本人下定決心要預測地震。不過1995年，所有地震專家嘅心血都變得毫無價值，冇人預測到神戶會發生慘烈嘅大地震。1995年1月17號清晨5點46分，大部分市民都係瞓緊覺嗰陣時，發生前所未有嘅大地震，黎克特制7.3級嘅神戶大地震。好多人都未能逃生，因地震而直接死亡嘅人數高達5500人，而其中嘅80%，即係4400人，都係被倒塌嘅房屋即場壓死。呢次地震係20世紀日本第2多死傷人數嘅大地震，僅次於1923年嘅關東大地震。最令日本人無能為力嘅就係當時冇專家預測到神戶會發生大地震，而事後專家再根據數據計算神戶大地震發生嘅機會率係30年以內 0.02% 至到8%。日本人多年嚟嘅智慧完全鬥唔過地球，佢哋唔係冇認真面對地震啊，而係就算點樣去努力想盡辦法，最終只係得到一大堆紙上嘅理論，救唔到自己國家嘅國民。不過活着嘅人總要生活落去，雖然唔能夠阻止地震嘅侵襲，但係都希望盡量去減少地震所帶來嘅傷害。建築基準法因為神戶地震喺2000年制定新嘅防震標準，加入地基強度等等嘅幾個標準，防止建築物倒塌，避免喺神戶大地震當中遭壓死呢個情況再次出現。而係咪符合2000年標準，就成為選擇日本樓宇嘅一個重大考慮因素。呢一個標準唔單止係寫喺白紙上面一大堆文字，背後係有神戶大地震嘅犧牲者幾千條寶貴嘅生命。失意嘅地震專家仲未能夠放棄對地震嘅研究，將地震計嘅數目增加1倍，去到600幾個。最終計劃喺日本全國每20公里都設置地震計，進一步把握地震發生嗰陣時嘅機制。政府更加立法促進把握地震發生嘅先兆活動。喺清晨發生嘅神戶大地震，救援活動未能夠即時展開，去避免呢個問題再次發生。醫療方面喺2005年成立咗專門團隊 DMAT 去應付災難。經過咗神戶大地震，日本人又再上寶貴嘅一課。踏入21世紀，又有一個大地震發生。2011年東北大地震。專家們綜合多年嚟嘅理論，研究日本陸地下嘅活斷層同埋圍繞日本國土嘅海溝，計算出邊度會發生地震同埋發生嘅機會率。東北地方對出海域嘅板塊邊界已有1億年嘅歷史。按照理論，就算發生地震都唔會超過8級，問題不大。不過喺呢個板塊度發生日本史上最大規模嘅超巨大地震，規模係前所未聞嘅9.1級。以往地震嘅犧牲者好多都係壓死同埋燒死。今次係溺死同埋遭海嘯捲走而失蹤，所有事情都係意料之外。多年嚟嘅經驗同埋研究嘅成果完全用唔着，救唔到2萬幾條性命，更加未能防止福島核電廠發生事故。福島縣唔單止居民永遠失去佢哋嘅家園，而且土地亦都受到污染。過咗10年都唔會有人主動去購買福島縣出產嘅農作物，對日本出口貿易造成極大影響。喺10年前睇電視睇網上嘅直播，見到災區嘅虎石、石卷等等呢啲嘅東北地方遇到海嘯受到破壞，記憶猶新。不過喺鏡頭背後，全日本國民都絕望。住喺地震大國，對地震束手無策，呢一個算唔算係自作自受呢？日本人已經花咗超過半世紀嘅歲月嚟研究預測地震，或者唔多唔少對減少地震時嘅死傷人數有少少作用，但係完全預測唔到神戶同埋東北大地震。未來30年有70% 嘅機會發生7級以上嘅大地震。不論呢個研究成果對於住喺日本嘅人實際上有冇幫助都好，呢一個已經係21世紀最先端科技嘅結論。地震專家們心裏有數，地震
係預測唔到。雖然地震唔可以準確預測，不過仍然都有方法去減少地震嗰陣時嘅損失。2021年10月7號晚上10點41分，千葉縣北部發生5.9級地震，東京嘅居民都感到強烈嘅震盪。喺地震嚟之前幾秒，東京有地方影到河裏邊啲魚一齊跳出水面。呢一個並唔係靈異現象，而魚群亦都唔係預測到地震嘅發生。日本人雖然唔能夠預測地震，不過把握到地震發生嗰一剎那，喺地震傳到嚟之前幾秒至到幾十秒之前發出警報，通知居民要作出緊急保命措施。原來喺神戶大地震之後，政府決定製造一個地震警報系統。好多人都會知道新幹線喺地震嗰陣時會緊急剎車，政府同鐵路公司合作開發咗緊急地震速報系統，用咗12年嘅時間，喺2007年正式投入服務。氣象廳感應到地震發生之後，喺幾秒之內會發出警報，喺將會受到地震影響嘅居民嘅手機度會收到通知。呢一個係咩原理呢？其實喺地震發生嗰陣時會產生兩種唔同嘅波段，其中一種 P 波傳達速度好快，但係冇乜威力嘅，而另外 S 波就係地震嘅波動，傳達速度較慢。呢一個就好似行雷嗰陣時先會見到閃電，過咗幾秒之後先至會聽到雷聲。日本人就用呢幾秒嘅時間嚟保命。另一方面，經歷咗東北大地震之後，地震專家同埋日本嘅 IT 企業集結日本最高嘅科技，利用富士通開發嘅超級電腦富岳。呢一部係世界上擁有最高運算性能嘅超級電腦，再利用世界頂級質素 NEC 嘅海底電纜。海底電纜裏邊裝有測量儀器同埋通訊設備。日本政府、地震專家、富士通、NEC 合力開發咗即時海嘯水難預測系統。喺地震同埋海嘯發生之後，短時間之內，居民會透過手機收到通知，而 Apps 仲會提供逃難嘅路線，去保障國民嘅生命。日本人唔能夠準確預測地震幾時會嚟，不過喺地震發生之後幾秒之內就可以作出應變。2021年10月7號東京嘅地震冇造成人命嘅損失，唔單止係因為地震威力唔係好大，其實喺地震背後好多專家同埋維持基建嘅工作人員都付出努力。爆水管、火車出軌，真係要指責日本政府、專家同埋企業有不足之處咩？定係相反要去稱讚佢哋呢？到咗2020年，日本全國地震測量儀器嘅數目已經超過4000個，係神戶大地震發生嗰陣時嘅10倍。呢一個係咪代表日本人已經認輸，放棄預測地震，而將重點轉移放喺地震之後嗰幾十秒呢？仲記得當時預測神戶會發生大地震嘅機會率係0.02% 至到8%，但係好唔好彩，地震真係有發生到。到咗而家喺未來嘅30年，會有70% 嘅機會喺東京、名古屋、大阪等等呢啲咁嘅1000萬人口嘅大城市會發生7級以上嘅大地震。咁你覺得呢個地震係會發生定係唔會發生呢？日本人吸收咗咁多教訓，究竟能唔能夠逃過大難，戰勝地震，戰勝地球呢？